Hello， 欢迎再次收看 J 这样玩。今天要开箱的这一台是 EV9 6人座 GT Line 的版本，而且它还有选配2个我最喜欢的东西，一个是内装的配色，另外一个是电子后照镜。而且这一台车主真的是跟我一样秉持一个健康的观念，落地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这个真的太狂了啦，一个拳头都塞不进去了，3根手指头，只剩3指。而要记得电动车哈，3指就很紧绷了。而且这一台车高真的已经很高了，我183公分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我的腰在这里，它的引擎盖居然高过我的腰，这台车超大台，就等于皮卡那种概念。然后这个东西都是客定的，这个我们就带过，因为这是个人的喜好。那原厂配胎一样是285/4521，换一条胎基本上是14000起跳，这个换下去都很痛，除非它降规格。我觉得这一台 EV9啊，它真的在目前的一个6、7人座的市场里面啊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台车，而且它开起来根本就是一台很轻巧的电动车，你完全感觉不到它是一个5米的大车。走吧，去开里面来看一下吼，我开了2台韩国车 ，Ioniq 500P， 然后 Ioniq 5N， 完全没有这个东西。我都在想说，一台200多万的车，为什么没有一个电动方向盘？真的是很傻眼。对，还有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为什么韩国车的方向盘一定要那么的科技感？有时候我都觉得这是货车，这就是它这胖胖的，它这可以帅一点吗？这可以帅一点吗？平把，我觉得这一点真是非常 OK 的一件事情。它的萤幕啊，它已经开始变成薄框了。你们再去看我的5N 跟500P， 都还在粗框。薄框已经跟上了，所以 Kia 这一点真的是值得称赞。后照镜呢，这个啊，我只要打 R 档，然后我只要切换，它就可以变广角哎。哦，这个是车主分享的，我觉得这一点真是超级赞。下雨天呢，这个电子后照镜我一定要讲这件事情。刚开始你们开都不习惯，因为我们都习惯往外看。可是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个很客观的一件事情，一样是传统后照镜，是镜面的。你看外面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眼睛是重新对焦的，然后而且你要晃过去，甚至你的头可能要移动一下。可是如果今天是车子里面的这个电子后照镜，你只要眼睛瞄一下，眼睛瞄一下，你头转动的幅度不会到45，你这样子看里面，你只要转15度，转过去一点点，而且你对焦，你可以从这边对焦跟这边对焦，眼睛对焦准焦的时间点，是非常快速的。而且电子后照镜在下雨的时候真的很好用，为什么？雨水不会粘在镜面上嘛。以前记不记得我们都要开一个加热功能，那现在变成电子的，它就不会积水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未来有，都可以成为一个标配。只是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造型啊，就有时候大家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造型的，就是它变成，如果它未来，我觉得是现在大家的通病啦。不管你现在开哪一台车，就是里面的这个电子后照镜，它应该要怎么更美化？抬头显示器的部分呢，就跟5N 一样。那但是因为它没有赛道模式，所以基本上它里面的这些图案就没有联动做改变。我在 Driver Model 这边重新调整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。原来我转到 Sport 的时候，它旁边的蝴蝶尾翼会夹紧我。它这边都是改为中传设计。中传设计很棒的一点是，它这里会有很多按键，包括无线充电盘，包括摄影机，包括停车，包括停车的时候所侦测的雷达，而且它还有个下坡辅助 Auto Hold， 它居然也在这里。刷开它，这边是小杯架，这边是大杯架 ，OK， 就因应不同的杯子。那当然这2个是一样的，就没差。冷气也直接坐在这里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。而它直接这里，你看哦，这里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我去对那个英文，我还要去记那个英文上下。5N 这一点还是保持在这里。然后它的冷气风量大小是上下按压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 ？EV9 的按键越做越少，反而5N 的实体按键还是很多。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好跟坏，但是你就是要让车主很直觉式的去使用它。这个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哦。它是会有触觉的，对啊，它抖弹回来耶，
那这里也有 driver only， 这里也有，然后两区恒温，后面是独立的，然后内循环，然后一样可以做刷移，一样可以做刷移，好，一样有快捷键，一样有快捷键。洗车模式我们来看一下，但是我就不知道用得到底在干嘛了，南洋不知道干嘛，把这拔掉干嘛？那明明就是选单里面都有，他又把它偷偷关起来了。它的天窗啊，跟其他版本不一样，它是2段的。它前面这个是可以开的哦，是真的可以升起来，头可以伸出去的哦。那后座的部分它是全景的玻璃。那我们来先拉开这边，好，有没有看到 ？OK， 好，再往前。好，手动盖板，对，都是触摸灯，这都是很高级的设计。我个人自己是很担心天窗久了之后会老化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车子开不久。腿靠跟天汪椅一样，哦，这个皮感很舒服，皮料真的很舒服哎。宽度我觉得也是跟那个500P 的宽度椅面是舒服的。这个按键有点落差，我说真的，这个按键有点落差，因为它是塑胶的。如果它可以，你看哦，可能。紧度吧，我觉得是差别在这个紧度，因为其他的欧系车其实就不会那么松，但没关系啊，偶尔按一下而已。而且这一台也有迎宾模式，而且它的迎宾模式超狂的，它连副驾都有迎宾模式。这个是蝴蝶夹哦，然后这个是腰靠，这是蝴蝶夹紧度，蝴蝶夹就是我的肋骨。有一些车子啊 ，BMW 的跑车。哦，这个都是可以调的。我说这个蝴蝶夹这是比较少见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先后退，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我真的还是很喜欢这件事情。多花这些钱哦，在 Kia 身上，坦白讲。是有得到相对的回馈。先不要论代理商售后态度如何，光是这个窗户升降的质感跟频率，这真的很棒。然后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，它的副驾这边也有一个按键锁，这个按键锁一样可以控制全车哦，而且它的副驾侧边也会有侧边的按钮。可以前进后退，是原厂就标配。你们还记得我们 Ioniq 也有类似的这种概念吗？可是它这个中船一样没有办法移动，但是它下面的空间完全没有浪费掉。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它这边一样可以放超大型的饮料或包包、胖瓶、可乐大瓶的，全部都可以塞这边，把它摆满。哦，这中船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 Kia 这种设计啊，就是这个中船哦，这个氛围光哦打下去真的是超级有质感，我真的好喜欢哦。它下面有一个左右的方块的拨杆，拨下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转动它。哇，有没有看到这种转法？但是转动它的时候，不要像我一样，我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我们要先开门啦。啊，好舒服哦，好开心哦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而且还有扶手可以放下来，哇，什么姿势都可以达成呢。我觉得哈，第二排啊，我先开一下通风椅。我现在的人生，我以后的车身，我都要有通风椅。没有通风椅的车，我不要换。然后它还有加热。来，前面的车主一样跟我一样是180，那他一样往后躺，很舒服。椅子这边有 Type C， 这是它的坐姿，2个拳头哎，我有2个拳头哎，舒不舒服？这台车也太厉害了吧！2个拳头哎，而且我觉得真的超酷的。这里还有这个，而且这个小桌子啊，你是可以收进去的哦，但手机没办法进去，抱歉。OK， 这里还可以放东西。记得这个拉杆一定要提到最上面，尽量不要让它齿轮跟齿轮之间是没有放开的。按久了之后，这个会有异音。我比较喜欢它这种设计耶，这个颜色又很好看，选配的颜色。
不像我们一样黑色的，很容易就有脏掉的感觉。这个真的是质感真的都好很多，而且后座一样有很棒的遮阳帘。韩国车这一点真的是很棒。有没有看到这是双层玻璃啊？超赞的双层玻璃。这边是有灯光的，而且这边有开关呢。然后这里也有，这2个灯啊是原厂选配，但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后改的，搞不好就是韩国没有这个东西，只是他自己改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后车厢它是有一个紧急开关，可是 Ioniq 它是一个横向的插销。你看做这个才对嘛，直接一个盖子拿下来，我都已经要逃生了，我还去哪里找卡片？我随身携带一张卡片，到底是有事吗？逃生我直接拨下来，然后直接看这边有什么机柱故障或什么之类的，我按一下，对嘛，这个卡扣这样就好了，这很生气。这个是第3排的电动装置啊，它的椅子一样可以做电动的调整，杯架一样是有2个，我觉得这很厉害。然后而且它这边有小东西。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小小的这个吗？我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很多人会放什么东西？戒指、耳机、耳环，都会放在这里。我坐在第3排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放在这里，就放着。你不要说这是要放零食啊。然后好，杯架一样会有一个固定扣，然后这边一样给你一个 Type C， 然后有音响。这个一样是做行李网钩，行李网的时候可以固定，可以扣在这里。B2L 他们的在后面。第2排一样哦，前面2个是手动的，所以手动按下去它就直接动掉下去，蹦，这种感觉。因为我们以前呢，Ioniq 那一台车，我们在做第2排倾倒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点，就是这个安全带一扣，它会在我们的椅面上压出一个安全带的痕迹。所以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在收第2排，我一律都会把这个安全带扣放到肩膀这个位置。再让它倾倒，因为这是我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。按键它就是全电动哦，按下去之后它就慢慢升起来了。这个3D 卡固的后车厢垫哈，第3排设计的真的很不错。这是 Kia 独家代理的，它外面通路也买不到。好，我们再放下去一次。好，这个头枕啊，它等一下会自己收掉哦。来看一下，所以其实我常常在想一件事，如果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辣妹，但是我也没什么小腹。如果啊，你中间这个可以把它补满的话，我觉得这设计是不错啦。还蛮平整的，蛮好躺的。可是中间有个浪方啊，中间这边有个浪方，可能这部分可能真的7人座会比较热卖吧。好舒服哦，刚好。我又想这种主题我们要多拍几次。你看这种倾斜，我觉得它平整换算蛮平整的，微微翘一点点而已。椅面的平整换我觉得很不错，冷气可以在这里调整，就是超爽的啊。你在车速的时候，我们冷气我们不用爬到前座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没有 APP 啊。我们没有 APP 的时候，拜托，这多爽，在这里就可以控制，而且风是从这里来耶。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其实最尴尬的是特斯拉，因为特斯拉的冷气出风口它是从中间来的，从中间的后面中传嘛。然后像 Ioniq 它是在 V 柱嘛，然后像这一台 EV9 它就是从天花板下来，它不要直吹就好了。而且这边就可以调整风量或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哦很棒哎。它的出风口你有看到吗？第3排后面天花板也有出风口哎。等我的出风口在天花板，我有4个孔洞哎，这边跟这边都有。这里啊有一个开关掀起来，你可以在车内关你的尾门，或者是用遥控器。它这边一样有勾网，然后这里有12B 点烟器，然后吸引网架在这里。而且它这里啊，这个橡胶块啊，它是全新设计，这是减少异音的。这个行李电动箱可能未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是有电源有接电的。左边这支气压棒可能久了之后会有异音，我有一集的韩国车有讲，我们可以转紧它。
那转几胎之后，它还是有收折的时候，它有沙沙沙的声音，那就是要出保固了。这个设计啊，跟欧洲车一样，一个是尾门单纯关，一个是尾门关完之后全车4个门锁上锁。不管你关哪一个，拜托钥匙可能还是要带在自己身上，要不然可能自己锁起来，觉得害怕。这个头枕好好睡，我跟你讲 ，Kia 的头枕真的是赞，肖赞，真的是前面2个副驾，每次只要想到这个头枕，就很像是电脑椅子，你知道，真的是很电脑椅这种感觉。它的副驾是网状的，然后它这里是这2个是泡棉的，这2个是泡棉的，就有空气感有没有？空气感。你有没有看到正驾驶座这里还有2个，然后它居然有颈枕，这里有颈枕，这超舒服的啦！跟你们讲一个最顶级、最享受这 EV9 大头家按你怎么做？好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把它放下来，放下来之后我就往前滑，往前滑固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脚步空间变大？你直接把脚翘起来可以。对，等一下，先这样。我鞋子脱掉，我怕我鞋子破掉，袜子破掉，这种感觉好爽哦！有没有觉得很舒服？哦，什么姿不是什么姿势啊？腿长的福音。对，什么姿态？不过这样做有点拉筋，因为腿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腿太高了，这有点太高，做瑜伽。哎呀，好了，拿下来。舒服第3排这样舒服OK，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我们转接头，这是富电最新的一体成型的，这边已经解决当初大家所有的疑虑。转接头插上去的时候会微微松松的感觉，而且链子的部分、链条的部分我们都取消掉了，我们直接做一个外盖扣。这个外盖扣真的很好，而且它的功率可以到300多 k 瓦，400A， 走吧，按住它推进去，用掌心听到一声咔一声就 OK 了。好，这边把它打开，好，我们插上去，好，开始运作。这一个转接头就是 CCS2 转成 CCS1， 所以这个转接头，因为我们在5N 还有 EV9 上面，它的 K 瓦数都太高了，所以实际上这一个充电转接头，我们就跟厂商要求，我们希望可以接近300或超过300，这样才更安全。5N 还有 EV9， 还有未来更大度数的电池的电动车，都会超过这个功率，尤其是800V。OK， 就这样，然后好，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测试。我刚刚先去第2排，然后我请果酱坐在前面。好，先往前滑，再把椅背打斜，再把椅子往后滑。记得哦，椅子的椅背是打斜的，所以果酱坐起来是很舒服的。那我现在因为它往后滑，椅背有打斜。其实实际上我的膝盖的空间是微微被压迫到，我已经碰到第2排的椅背，我的膝盖已经碰到第2排的椅背，可是不会紧压，轻轻的，所以这时候我只要把我的双腿打开，我就碰不到椅背，坐在后面是非常舒服的，压迫感其实就是一个拳头，然后我要走过来前面，这就是六人最大的好处。哇，超舒服，而且可以穿梭，椅子一样舒服，一样有通风椅，后面就没有通风椅啊，可是第2排有，真的就足够了。再来一次，就是要这种机能性，玩大风吹，很舒服啊，真的，你看我腿还可以在这里，中间是不能坐人啦，卡车可以停啦。可以左右的阅读灯是独立分离的。这个左右阅读灯独立分离，就跟机舱一样。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下去就往前，然后它可以往前滑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这个车门，人就跨出去。我们现在来这里面，
真的很难想象这一台车那么大台，然后开起来是那么的丝滑。好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舒服哦！天哪，iPad 叫出来，很轻松，这感觉真的很轻松。微微加速一下。EV9，我当初就一直很担心，因为电动车我们被割韭菜那么多次，我们就很不想要买第一批，所以其实我也是很害怕 EV9的9，那时候还笑说它就是 EV 韭菜的9，对我就是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没想到它又再一次的让我们非常的惊艳，韩国车真的是优秀，真的是优秀，可是就是代理商嘛，你也知道，就是代理商其实这是一个无解啊。毕竟他也要赚钱，他也要利润啊。这个是一个50公升的露营冰箱，我露营在用的，那很紧绷。我不确定这里会不会闪不闪过，目测是应该是可以。OK， 我们试试看。哇哦！好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哦，可以哦。Yoba 的胖胖。这胖胖的忘记是28寸还是32寸，回去找一下规格，直立的直接放进去，超级赞。如果是 Ioniq 哦，这里会微微的碰到一点点，但闪过它就没差了。而且你看哦，它是会自己往前滑，代表它不是卡住。这个地方一样是 EV9的冷气滤网换的地方，所以很方便。一样是左边是开关，右边是卡榫；左边是开关，右边是卡榫。然后我们这边这样放着，一样把它推进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非常的好换。韩国车这一点设计真是棒。这一台 EV9 现在客定售价是299，我们算300好了。我觉得它给的东西是非常划算，但是真的还是很希望它标配一个气压悬吊。当然，气压悬吊过保固之后，会不会原厂更换很昂贵，这就不一定。但是原厂就给你气压，可变动的幅度一定是没有那么大，可是整合性一定是最好，因为就在萤幕上嘛。而这一台它还有行李感，可是很麻烦一件事情，车高如果下地下室的时候下得去吗？这是我们要去省思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开那么大台车，如果没有气压，但是这就是很冲突。因为第一个，如果你有气压，你降很低，你下地下室的那一瞬间，由平地往下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轴距长，我们的中间的电池会不会擦伤？会不会挂伤？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去思考一件事情：300万，你能接受韩国车300万吗？我越来越可以接受。很多时候韩国车敢给你那么好，是代表他们真的用心在设计。可是我们不知道进来台湾的版本到底是有给到满配，还是实际上还是拔掉了很多东西。那我觉得买电动车就是很单纯，卖完之后，车主会成为唯一的推荐人，因为业务也不一定每一台都买 EV9 嘛，所以车主他就成为很棒的推荐人，他会一个带一个，然后他会觉得开这台车很骄傲，很让他自己有成就感，他就会主动推广，或者是有人问他300万值得吗？我们一定会说值得。EV9，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，请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。那记得订阅我们还有 LINE 的社群，记得都要加入。我们会有更多的韩国车的团购，我会努力帮大家争取，不管是隔热纸，或者是隔音质证、音响、包膜、充电转接头，还有包含我们自己 EV Sport 的悬吊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因为韩国车的资源真的不多。那我们自己是车主，很努力的去找到一些真正符合我们使用状态，而不是用一个公版套用在我们每一台车上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